成亲5年，我为裴昭关了绣坊。他说女子名声要紧，不能在外迎来送访。我信了，从此日日困在裴府后宅，替他侍奉母亲，替他打点人情，替他把一个清寒书生捧成了京中炙手可热的少卿。花灯节那晚，我去酒楼给他送披风。你这般洒脱，才不像那些闺阁妇人般无趣。我站在楼梯口，手里的披风落了地。原来他不是不喜欢女子抛头露面，他只是不喜欢我抛头露面。花灯节那晚，裴照说衙门有急事，不回来用晚膳。我没有多问。5年来，我学会了不多问。婆母林氏坐在暖阁里喝抻汤，瞥见我让丫鬟取出那件悬壶披风，眉头便皱了起来。他既然公务前身，你去做什么？外头都是人，叫熟人看见裴家少夫人夜里出门，像什么样子？我垂眸替披风拢好带子。夜里风重，他前些日子咳了2口。你倒是贤惠。这话听着像夸，却带着真。我没接，只带了清丽出门。街上灯火连成一片，少年郎们提灯嬉笑，小娘子们戴着帷帽，也有大胆的露着脸在摊前挑胭脂。姑娘从前最爱花灯节。我脚步顿了顿。从前我不是裴少夫人，是沈家绣坊的掌事人沈令仪。我能独自去苏州选段，能和番瓜谈价，能在满堂绣娘前拍板定下整季花样。那时候没人说我不像样。令仪，等我入仕，你便不要再去铺子了。外头人看清商户，也看清抛头露面的女子。我不愿你被人议论。他握着我的手，语气诚恳。我便关了绣坊，把帐风增进箱底，直到我走到望月楼2层，看见裴照站在高台边，他身旁是个穿青衫的小娘子，发髻梳成男子模样，眉眼明亮，腰间挂着一柄装饰用的短剑。苏姑娘小心。裴大人怕什么？我又不是你府里那种1步3规矩的闺阁妇人。裴照没有生气，他低头替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衣襟，这种笑意我5年未见。你这般洒脱，才不像那些闺阁妇人般无趣。我站在楼梯口，手中的披风滑落，砸在木阶上。裴照听见动静，转头，四目相对。他先是怔住，随即皱眉，不是慌，不是愧。你怎么来了？那位苏姑娘顺着他的目光看过来，眼神在我发髻和衣裙上转了半圈。这位便是裴夫人吧？久闻大名。我没看他，只弯腰捡起披风，清丽气的脸都白了，张嘴要说话，被我按住手腕。裴丈走下来，压低声音：这里人多，你先回去。夜里冷，给你送这个。他没有接，他看向周围来往的人，眉心越皱越紧。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酒楼高台，鱼龙混杂。你一个妇人，妇人不能来。裴大人，你管得也太严了。京中贵女们也常来赏灯，夫人不过送件披风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忽然觉得好笑。他可以为了另一个女子瞬间改口，我以为他守的是规矩，原来规矩只落在我身上。苏姑娘从高台上走下来，她落落大方的伸手接过那件披风。夫人放心，我会提醒裴大人披上的。夫人不会介意吧？我自幼在边地长大，不懂京中这些男女大环。裴大人说我这样才自在。苏姑娘既知道男女大防这几个字，便不算全然不懂。青离，谁教你这样同客人说话？我教的。令仪，别在外头闹。好。令仪。走出望月楼时，满街灯火晃眼。姑娘，回府吗？我抬头看见街角那间挂满灰尘的铺墨，旧匾还在，红绸早褪了色。不回。云笑坊封了5年，门锁锈得厉害，清理找来铁匠撬了半晌，才听见咔嗒一声，灰尘扑面而来。铺子里那些绣架都盖着白布，墙上的花样册被重铸了边，柜台后的蒜瓶仍摆在原位。我伸手摸了一把柜面，指腹全是灰。姑娘，真要开？开。可姑爷那边他忙着赏灯，顾不上。我掀开拜布，露出一架半成的孔雀金线屏风，那是我出嫁前最后一件活。当年宫里宁太妃要过寿，托人寻我绣一幅屏风，定金都付了。裴照母亲上门那日，见我在绣架前熬夜，面色难看。裴家清贵娶的是当家主母，不是将妇。等成亲后，我会养你，你不必再劳累。宁太妃的活被我推了，为此我赔了3倍定金。
还被同行笑了半年。后来裴照升官，林氏逢人便夸我贤德，说他儿子有福气，但从来没有人问我后不后悔。我打开后院库房，里面封着成匹的妆花缎、月华纱、云雾绢，还有几箱南珠和金银线。这些还没坏，好料子没那么娇气，上面记着万两，账家未结的货款，我6箱彩线。宫中海上2家货长欠我1个引荐。这些年我被困在裴府，不代表那些账就没了。天快亮时，我让青露去请旧日绣娘。青露，5年过去了，他们未必肯来，你只管说，我沈令仪回来了。辰时3刻，绣坊门前来了第1个人，是从前最小的绣娘阿村，如今输了妇人故，怀里抱着孩子。掌柜的，我等这句话等了5年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救人来了17个，有人手上有茧，有人衣裙洗得发白，有人已经给别家做散活。他们站在铺子里，没人问工钱。掌柜的，第1单绣什么？我看着那块灰扑扑的招牌，先擦招牌，旧匾被擦得发亮，门口挂着新写的红纸，今日重开，旧客入内。裴照赶到时，铺门已经开了，旧匾被擦得发亮，门口挂着新写的红纸。夫人要改嫁衣花样的进左边，丁寿平的进右边。今日云寿绣坊的账也可今日来结。沈令仪，裴大人来了。你在胡闹什么？开门做生意。谁准你开门迎客？你不是喜欢洒脱的吗？今日让你看个逗。有什么话回府再说。铺子刚开，回不了。你是裴家妇，不是市井商贩。裴大人今日穿的官靴，去年冬日送给吏部左侍郎夫人的寿礼。府中每月米粮银炭，哪一样不是我这市井商贩的嫁妆贴补？住口！你也知道不好听。一个丫鬟也敢拦我？她是我绣坊的账房，不是你裴府的丫鬟。沈令仪，你闹够了吗？昨夜不过一句玩笑话，你便要做到这一步？不是昨夜，是这5年。母亲还在府里等你，你若现在随我回去，我当今日之事没有发生。可我不想当没发生。裴大人，原来你在这里。夫人这铺子真热闹，我也来瞧瞧。夫人，我姓苏，单名一个唐。昨日匆忙，还没好好见礼。苏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昨夜不是说要带我看看京中女子都被什么规矩困住吗？我听说夫人的绣坊开了，便想来见识见识。都散了，今日不开。都散了，今日不开。低贱东西，没听见我说话？裴老夫人，这是我的铺子。你的铺子？你嫁进裴家，哪一样不是裴家的？云锦绣坊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，在官府登过册，裴家的手伸不到这里。令仪，别让母亲难看。拿开。姑爷若再压着姑娘的东西，我便喊巡街差役。哼，夫人身边的人好厉害。不过绣花而已，夫人何必弄得这样兴师动众？女子若真要洒脱，该骑马射箭，走遍山河，困在针线里也算不得自由。苏姑娘说的是，所以苏姑娘今日要定什么，不定便让一让，别挡后头客人的路。沈令仪，今日第1位客人免工钱。沈掌柜，5年前欠宁太妃的寿平还接吗？周姑姑，裴大人也在。姑姑怎么亲自来了？令仪年轻不懂事，今日胡闹开铺，叫您看笑话了。周女官没有看他，只看着我。办70大寿，仍想要那幅百鸟朝凤屏，只是时日紧。你若不接，我便去寻旁人。接，自然接。令仪，快谢恩。这是好事。不接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5年前我因私事失信于太妃娘娘，是我不配再接娘娘寿礼。若周姑姑今日是来问罪，我认；若是来下单，云训绣坊不接没把握的活。若我说娘娘只要你绣呢，那便请娘娘给我2个月，绣成之前，裴府任何人不得干涉绣坊。你放肆！若裴府干涉，我立刻停针，将已绣部分送入宫中，请太妃娘娘另寻高后血丸，并将误宫缘由一并写明。好。太妃娘娘说，5年前你赔的是银子，不是心血，她等你补上。裴老夫人，这是给沈掌柜的。夫人好本事，怪不得能闹得裴大人亲自来请。苏姑娘若无事，可以出去了。你一定要这样下我的面子？裴大人误会了，我今日很忙，没空专程下你的面子。
周女官走后，云云绣坊门槛险些被踏翻。应太妃要的寿瓶便是最好的招牌。半日之间，账册上添了23笔订单。林氏想留下盯着，被清理请了出去。沈令仪，你今日敢赶我，来日别哭着求我认你这个儿媳。老夫人慢走。裴照没有立刻走，他站在门边，看着绣药们忙进忙出，眼神复杂。你从前没同我说过，林太妃还记得你。我说过，成亲第1年，我提过想去给太妃娘娘补一幅小瓶，你说宫中是非多，让我少沾。那是我刚入仕，谨慎些总不错。第2年，江南织造局来信催我结旧账，你说商贾往来容易惹麻烦。第3年，我想教府中丫鬟学针线，好叫他们有一技傍身。你说裴府不是作坊。够了，不够，可我没空说了。裴夫人，你姐有这本事，为何要忍5年？若是我，1日都忍不了。苏唐，我说错了吗？女子若自己不站起来，怪谁按着她？这话刺耳，却有半句实话。苏姑娘站着说话自然轻巧，你有镇北侯府撑腰，有父兄替你兜底。你穿男装登楼，别人夸你洒脱。我若走错一步，便是沈家女不守妇道，裴家妇丢人现脸。世道给你的宽容，不是你天生比旁人勇敢。裴大人，我先走了。我低头记账，心口像被旧针扎了一下，却没有出血。傍晚，裴府派人来请我回去用膳。去叫上了。我没回。是。第2日，裴照亲自来了，这回他没有发火，手里还提着一盒杏仁酥。你昨日没回府，母亲很担心。裴府有的是人侍候，他担心什么？令仪，我们谈谈。谈什么？你想开绣坊可以，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。太妃的寿瓶你接下便好，旁的订单先推掉。等风声过去，我替你挑几个可靠的女客，你在后院接，不必抛头露面。所以你不是来道歉，是来教我怎么继续躲着。我是为你好，朝中盯着我的人不少，你这般行事，旁人会说我治家不严。裴大人治家严不严，与我绣坊何干？你是我妻子。你昨夜陪苏唐游街时，记得自己有妻子吗？我与苏唐清清白白，他性子直爽，又是镇北侯府的人，我与他往来也是为了公务。替他理衣襟也是公务。你非要这样说话？你喜欢他也好，利用他也罢，都与我无关。别把我关进规矩里，再拿别人当洒脱的风景。你变了。是你5年没看过我。这时，门口又停下一辆马车。你们云锦绣坊的手艺就这？红嫁衣展开，胸前金线被人剪了个大口子，满铺哗然。宁太妃的招牌还没捂热，就敢卖残次货！今日若不给个说法，我砸了你这铺子！我认的那件嫁衣不是云锦绣坊的活。我侄女后日出嫁，今早试衣，胸前破这么大口子。你们掌柜的仗着有宫里贵人撑腰，欺负我们小门小户。姑娘瞧见嫁衣，险些寻死。围观的人不认得这件嫁衣，妇人嗓门大，几句话便招来半条街的人。你胡说！我们昨日才开门，怎么会给你们做嫁衣？我早就听说你们云锦绣坊暗中接活，收了银子不认账。证据呢？令仪，你昨日才重开，印章怎会在外头？他的语气不是关心，是质问。我拿起收据看了一眼，印是真的。5年前我关铺前就印丢过一次，后来又找了回来。现在看来，找回来的那枚多半是假的。怎么认了？这活不是我接的。空口白牙，谁不会说？先赔银子，让他们走，别闹到官府。为何不闹？你还嫌不够丢人？清丽，去请巡街差验，再去请东市衙人葛书。你吓唬谁？金线外层泛青，是经过劣等铜粉的假金线。云氏绣坊5年前用的金线出自岭南梁氏，有梁家暗记。看见了吗？梁氏金线内藏朱砂心，遇火不黑。阿婵立刻点火。是。假的！谁知道你是不是现在换了说辞？那就等衙人来。刘娘子，你怎么又拿这件衣裳骗人？沈掌柜，这衣服是西街锦绣阁做坏的，他已讹过2家铺子，没想到今日讹到您头上。有人给了我银子，让我来闹，我只是拿钱办事。是谁？是个戴围帽的婢女，拿着镇北侯府的腰牌。就说吧，胡说八道！
苏唐昨日才在铺中受了气，今日便有人拿镇北侯府腰牌来闹事，这是太巧。苏唐虽任性，不会做这种下作事。你倒是了解他。我会查清楚。不必。令仪，裴大人，我自己有手有脚，也有脑子。你一定要处处同我划清界限。不该吗？听说有人拿我镇北侯府的腰牌招摇撞骗。苏唐，你怎么来了？裴夫人，我没有派人砸你的场子。我知道，真要害我，不会蠢到用自家腰牌。你倒不糊涂。但这腰牌是真的，苏姑娘最好查查你身边谁丢过东西。这是我贴身婢女雪俏的腰牌，雪俏呢？姑娘，雪俏今早说头疼，没跟来。好得很。也许只是被人偷了。不必替我的人找借口，我自己会查。今日之事，我给你一个交代。3日内。好。裴夫人，昨夜我说话难听，我道歉。慢走。第2日，苏唐真的送来了交代。雪俏被绑着押到绣坊门前，她跪在地上，脸色惨白。苏唐站在一旁，手里握着马鞭，说：是林老夫人身边的许嬷嬷给我银子，让我借姑娘的腰牌办事。她说只要闹臭云旧房，夫人就会乖乖回府。铺中客人全静了，裴照站在门外，刚好听见这一句，他的脸色从白到青。裴大人，查清楚了。我会回去问母亲。问？你娘都把手伸到我侯府了，你只问一句。苏唐，这是裴家家事。家事？他用我的腰牌陷害裴夫人，还想让我背锅，这叫家事？带雪俏去官府录口供。不能去官府。为何？母亲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此事我会给你补偿。补偿？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。我要裴府从此不许干涉云锦绣坊。我答应。我要林氏亲自来铺门前道歉。令仪，母亲是长辈。那就去官府。裴英，你娘害人，裴夫人要一句道歉都不行。苏姑娘慎言。原来你也知道规矩，昨夜扶我登楼时怎么不讲？我懒得看这场错位的热闹。清离，备车。沈令熙，你当真要把裴家推到风口浪尖？不是我推的，是你们一步一步走上去的。官府门前，林氏终于坐不住了。贱奴，谁许你自作主张？老夫人饶命，奴婢都是为了裴家脸面。这一唱一和倒是熟练，这是5年来他第一次用这样的眼神看我，可我心里没有快意，只有厌烦。沈氏，你可愿私了？自然私了，都是家中奴才不懂事，闹到官府已是笑话。不愿。你还想怎样？按律办。少夫人，老奴伺候老夫人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就看在老夫人的面上，饶了我这一回。你陷害我时，没看我的面。沈令仪，你不过是仗着我儿这些年宠你，就这话一放，连福印都抬了抬眼。我差点笑出声。宠我，宠到我5年不能回自己铺子，宠到他扶着别的女子说我无趣，宠到他母亲可以随手毁我名声，再要我看长辈面子。裴老夫人，你若再说这种话，我便把5年来裴府从我嫁妆里支走的银子一笔一笔交给府尹大人核算。没有，都是一家人，哪里分什么你的我的？成婚5年，裴府共支我嫁妆银37600两，每笔用途、经手人、案印都在这里。今日原本只告许嬷嬷诬陷伤化，若老夫人还要倚老卖老，那便再加一桩侵占嫁妆。母亲，道歉。赵儿，是我管教不严，不够。母亲，沈令一，是我错了。许嬷嬷被判杖20，雪俏因受人指使，罚银驱逐出侯府。林氏被我逼着在官府立下次据，裴府不得再干涉云锦绣坊经营，也不得擅动我嫁妆。我的东西，谁也拿不走。走出府衙时，街上已聚满看热闹的人。林氏用帕子遮脸，匆匆上车。令仪，今日你满意了吗？可他仍觉得这是我在闹，不满意。裴照，我只是拿回一点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那你还想要什么？我正要开口，苏唐从旁边走出来，他没有骑马，手里拎着一包药。裴夫人，雪俏的事是我管教不严，这个给你铺里被吓着的绣娘押金。多谢。苏唐看了裴照一眼，他的目光已没有前几日那种明亮的热切，反而冷了些。裴大人，我今日才知道，原来你府里是这样。你不该掺和。我不掺和，你娘就把脏水泼我身上了。我从前觉得你手里稳重，如今看来，你只是会挑人手里。沈掌柜，
太妃寿平若缺跑腿的人，可叫我。我镇北侯府的马快。我不是帮你，我是讨厌别人拿我当刀。我有些意外，他说完便大步走了。这苏姑娘倒也不是坏透，坏不坏，要看她日后怎么做。你倒愿意信他？至少她会道歉。太妃寿棚开工后，绣房日日忙到夜变。我挑了12名绣娘，分3班轮换。百鸟朝凤最难的是主凤尾羽，要用18种金线叠色，针脚稍乱便显俗气。阿青熬了2夜，眼睛发红，我让他回去睡。掌柜的，我不累，眼睛坏了，往后怎么绣？他这才红着眼退下。姑娘，裴佑送信来了。写什么？姑爷说老夫人病了，请姑娘回去侍疾。前日还能去官府骂人，今日便病了。府里还说，若姑娘不回，便是不孝。我拿起笔回了4个字：重金请医。清丽看见，差点笑出声。信送回去不到1个时辰，裴照亲自来了。这回他进门时，身上还带着夜露。你瘦了。我没抬头。裴大人若是来请我侍疾，可以回了。母亲确实病了。请大夫了吗？请了。喝药了吗？喝了。那我回去能做什么？替他病。从前你不是这样的。从前我怎样？温顺、体贴、懂分寸。那不叫懂分寸，那叫我在爱你。令仪，我知道我近来让你委屈了，等寿平绣完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裴章，我要和离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和离。沈令仪，不要拿这种话吓我。我没有吓你。就因为苏唐，因为我说了那句玩笑话。你到现在还觉得只是因为一句话？我与他没有私情。有没有都不重要。怎么不重要？我没有纳妾，没有宿在外头，没有亏待你的吃穿。京中多少夫人过得不如你，你为何非要闹到和离？铺里绣娘们停了，我示意他们继续，因为我不想再过你给的那种日子。和离之后，你知道外头会怎么说你？沈家早已没人，你一个妇人，靠这间绣房能撑多久？这间绣房撑了我母亲半辈子，也撑过我出嫁前的7年。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从前我是沈令医，后来我是裴少夫人。你觉得沈令医能经商，裴少夫人不能？我只是怕你被人看清。你第一个看清我。说得好。苏唐不知何时站在那里，她今日没穿男装，换了一身月白如裙，神情却比从前更利落。苏唐，镇北侯夫人3日后设宴，请沈掌柜过霍府谈一批军中冬衣的绣标。裴照脸色瞬间变了。军中冬衣牵涉户部、兵部，还有镇北侯府。侯府为何找他？因为沈掌柜有本事，不是因为他是谁的夫人。裴丈拂袖一去，姑娘，和离的事，他怕是不会轻易答应。他不答应，就让他不得不答应。3日后，我去镇北侯府，侯夫人姓谢，是个眉眼英气的女子。她没有像京中贵妇那般寒暄半日，只让人娶来旧年军服。北境风雪重，将士衣甲常磨破袖口和肩背，寻常补丁不耐磨。我听堂儿说，你懂刺丝加布。我摸了摸衣料，心里已有数，可用粗麻做底，外附绢线密锁，标记绣在内迹，不影响行军，也不易被仿。多久能出样？7日。价钱，我报了一个数。贵了些。若只要便宜，西街有的是绣铺。镇北侯府找我，不是为省这几两银子。沈掌柜爽快。苏唐坐在旁边，眼睛亮晶晶。苏姑娘今日不说针线困人了，能给将士做冬衣的针线不一样。你前些日子闹出的事我都听说了。你穿男装出门我不拦，你同男子亲己用场我也笑话便是。母亲，我知错了。裴家之事，沈掌柜若要和离，侯府可替你做个见证。这句话分量极重，多谢夫人。有侯府帮忙，姑爷总该松口了。我却没那么乐观。裴照不是轻易放手的人。夫人，老夫人病危，请您立刻回府。又病危？这回是真的。老夫人说您若不回，她便见不到您，便不喝药，那就饿着。说什么？
还说沈家祖宅的房契如今在裴府。我回到裴家时，林氏好端端坐在榻上喝燕窝，哪里有半分病危。我还以为你真不顾娘家祖宅。母亲，你别拦我，这个妇人翅膀硬了，不拿点东西压着，她还当裴家没人。房契呢？你先跪下，给我磕3个头，认错。母亲，你闭嘴！这些年若不是我替你管着她，她早不知野到哪里去了。房契在你手里，你知道。我只是怕祖宅年久失修，被人骗去，房差由府里保管更稳妥。稳妥到用来撕我？我没想撕你。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没沈令义。屋里炭火很旺，可我只觉得冷。林氏，你偷拿我嫁妆，侵占房契，可知按律该如何？沈家早没人了，谁替你作证？令义，夫人由青离扶着进来。张嬷嬷，她从怀里取出一份发黄的嫁妆单。沈家姑娘出嫁时，老身亲手清点嫁妆，祖宅房契、绣房地契、江南田庄契书皆在其中。现在去告吗？老东西，你收了他多少银子？老身服侍沈家夫人28年，不像有些人靠儿媳嫁妆装清贵。母亲，够了！你刚入世那几年，裴家穷得连像样的应酬都拿不出来，不动他家如何在京中立足？我静静听着，原来他不是不知道。她嫁进来就是裴家的人，还点银子怎么了？如今她要和离，要把裴家名声踩在脚底，你还护她？房契拿出来。不该！在老夫人床头暗格。轻声巨许，很快捧回一个匣子，匣子打开，里面不止祖宅房契，还有我母亲留下的2张田庄契、3张铺面契，以及一叠借据。借据上是裴章的字，每一笔都写着暂借沈氏嫁妆，日后归还。这些裴大人可认？认。归还了吗？明日我会请府尹核算。你真要逼死裴家？你们花我的钱时，没想过我会不会被逼死。令姨，银子我还，房契你拿走，和离的事能不能再缓一缓？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怕了，不是怕丢脸，是怕我真的走。不能。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回头？裴照，路是你亲手封死的。第2日，裴照没有来绣房，来的是吏部的人。裴照被弹劾了，京中流言一夜变了风向。前几日还有人说我不守妇道，今日便有人说裴家吃绝户，苏唐亲自来了绣房。折子不是我家滴的。我知道。他松了口气，又皱起了眉。他原以为自己是来解释的，却先被我这句知道逼停了心里的慌。你知道是谁？不知道。其实我猜得到，裴家露了破绽，自有人扑上来咬。我只是把遮羞布揭开，腥味咽来的不止一只狼。裴照今早去侯府门口等我，说他从没喜欢过我，只是欣赏我身上的自在。从前我听这话会高兴，今日只觉得恶心。我没说话，他抬头看我。沈令仪，他口中的自在，是因为我不用替他收拾烂摊子，不用侍奉他母亲，不用拿嫁妆填裴府窟窿，也不用被他藏在后宅。我终于挺真。我昨日同母亲说，我不要再见他。挺好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苏姑娘不蠢，她被我这句夸得耳尖又红。沈令仪，我们算朋友吗？看你军医订单会不会压价。正说着，门口又来人。裴照穿着长服站在那里，神色憔悴。他看见苏唐，脚步顿住。裴大人，我今日来谈生意，你别误会，也别自作多情。令仪，我们谈谈。和离书我签了，嫁妆亏空我会还，祖宅房契和田庄铺契都已交给清理，母亲那边我会约束。我只求你别恨我。我没空恨你。你总有办法叫我更疼。从前我不懂，你坐在绣架前为什么能一坐一整夜，如今看着倒明白些。晚了。是晚了。令仪，花灯节那晚，若我没有说那句话，你还会开绣坊吗？会。你那句话只是剪断最后一根线，线早就烂了。姑娘，你自由了。我看着和离书，心里没有想象中的大喜，只像一间封了5年的屋子终于开窗透气。当日傍晚，我去府衙办完和离寺文书，官册上再无裴沈氏，只有沈令仪。姑娘，回祖宅看看吗？先去看看，先去看看。沈家祖宅在东向尽头，院门斑驳，门环生锈，墙角长满枯草。我推门进去，发现正屋桌上落着后妃，母亲生前最爱的绣架还在窗下。我站了很久，忽然听见外头有人敲门，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，披着斗篷，眉眼温润。请问是沈令英沈掌柜吗？在下江南织造局新任主事温言辞。木匣打开，里面放着一叠旧账和一枚织造令牌。5年前云所收坊被欠的2万两银子，
今日来还。温燕辞来得太巧，我没有请他进正屋，只在院中同他说话。他也不介意，命小厮把木匣放在石桌上。旧账拖了5年，是织造局失信。此次我奉命清查旧案，才知道沈掌柜当年因官铺未能亲自追讨。我翻开账册，上面每一笔却是我的旧账。温主事怎知我今日在祖宅？我先去了云静绣坊，铺中姑娘说你来此处，我只说姑娘出门，没说去哪。那便是我堂突，沈掌柜见谅。他看似温和，却不是简单人物。银子我收，令牌是何意？江南织造局明年要为宫中选贡绣，若沈掌柜愿意，云寿消坊可入选名单。条件？织造局要的不只是寿品巧绣，而是能稳定供货的绣坊。云寿消坊如今人手不足，若要入选，需要扩坊，招人力归。我可替你引荐江南绣丽人，织造局要3成。让我想3日。自然。沈掌柜的母亲当年在江南很有名。你认识我母亲？6时见过一次，她替我母亲绣过一幅海棠图，那幅图我母亲至今珍藏。姑娘，咱们是不是要发达了？先查他。银子是真的，旧账也是真，不带人来没有别的目的。裴家给我的教训够我记一辈子。宁太妃寿平完工那日，京城下了第2场雪。百鸟朝凤展开时，铺中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主凤立于梧桐枝头，惟与金光层叠，百鸟各有神态。这一针一线，终于把云州绣坊重新绣回了人前。掌柜的，我们做成了。周女官亲自来取屏，她绕着屏风看了2圈，眼中有光。太妃娘娘会喜欢。3日后太妃寿宴，沈掌柜可入宫赴宴。多谢娘娘。铺中顿时炸开，商户女入宫赴太妃寿宴，这不是寻常体面。周女官离开后不到半日，裴府便来了人，不是裴照，是林氏。裴老夫人有事。令仪，沈掌柜。沈掌柜，我今日来是想求你一件事。赵儿停职待查，吏部那边迟迟没有结果。太妃娘娘素来疼你，你入宫赴宴时，能不能替赵儿说2句话？裴老夫人，我为何要替前夫说情？1日夫妻百日恩，赵儿待你也不算坏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刚合离不到1个月？那嫁妆银子，裴家已在凑了。凑齐了吗？总要给些时日。那便等凑齐再说。你真要这么绝？你当初逼我跪的时候，也没留余地。母亲，回去。赵儿，打扰了。寿宴那日，你多穿些，宫里冷。林氏猛地看他，我关上了门。太妃寿宴设在长宁宫，苏唐早早等在宫门外。好看。你今日倒像个大家闺秀。我母亲逼的，她说今日若再穿旗服，就把我的马卖了。入宫后，周女官领我们进殿。长宁宫正殿里，寿宴已开，满殿金暖灯火，百鸟朝凤屏已摆在正中。宁太太坐在上首，头发银白，精神却好。她看见我，招了招手：“沈家丫头，过来。”我上前行礼：“民女沈令仪，见过太妃娘娘。”宁太妃细细看我，像你母亲。我心头一酸。太妃指着屏风：“5年前你退了这活，我生了好大气。后来听说你嫁人官铺，我更气。女子成亲，不是把自己烧了给夫家照路。当年糊涂，如今不糊涂就好。”太妃赏了我一对玉镯，又当众夸了云锦绣坊的手艺。席间不少夫人递来帖子，宴到一半，宫人通传，吏部尚书夫人求见太妃。那位夫人进殿时，目光在我身上停了片刻。她与太妃说了几句寿礼，话头忽然一转，说起来，裴少卿近日被弹劾，案子闹得沸沸扬扬。臣妇听说，皆因家中妇人不贤，才惹出这许多是非。殿中气氛一凝，苏唐脸色冷下去，吏部尚书夫人却笑着看我。沈掌柜如今风光，可也别忘了，女子名声一坏，再好的手艺也补不回来。这是替裴照试探，也是当众敲打我。我放下茶盏，正要开口，说谁不贤？吏部尚书夫人脸色微变，拿儿媳嫁妆供儿子做官，倒成了妇人不贤。你们吏部如今评官是这么评的？臣妇失言。太妃脸上笑意淡了，回去告诉你家老爷，陪着案子该怎么查就怎么查，别把脏水往一个已经和离的女子身上泼。谢娘娘。谢什么？你绣屏风，我说公道话，都是凭本事吃饭。寿宴之后，云锦绣坊一夜成名，帖子和订单一封接一封送进前厅，订单排到来年开春。前厅热闹，后院也跟着忙起来。我没有全接，只挑了能做好的。有人送重礼求插队，我一概退回。掌柜的，咱们为何不趁热多赚些？招牌不是一日立起来的，
却能一日砸掉。他似懂非懂的点头。温燕慈又来了，这次他带来了江南染坊的样本。江南料子的色泽确实比京中常见的更清透，还有我让清丽查到的东西。他出身寒门，少年中举，后入织造局，办事利落，得罪过不少人，没有婚配，没有外室，也没有同裴家有旧。不过他母亲确实有一幅海棠图，据说挂在温家正堂。沈掌柜查完了？查完了。结果可还满意？暂时满意。那3成利润的事，沈掌柜想得如何？2成。沈掌柜砍价很狠。你们织造局给的是名头和渠道，我给的是手艺、过期和风险。3成太高。2成半。2成。好。温燕慈签字很快，像早就等着我砍这一刀。温主事原本就能接受2成。做生意总要给对方赢一回。我不喜欢这种赢，下次直接报底价。云锦绣坊要的是长久买卖，不是猜心。受教。合作定下后，绣坊开始扩招。我在东巷租下隔壁2间铺子，专门教新绣娘。张嬷嬷替我立规矩，不问出身，不压工钱，不许师傅私下欺徒，也不许拿劣料充好。第一批来应招的有寡妇，有被夫家休弃的女子，也有家贫卖身后赎出来的丫鬟。她们站在院里，眼神小心又渴望。我看着她们，像看见5年前的自己。进了云锦绣坊，只看手艺和人品，谁都不用跪着吃饭。裴昭的案子在腊月有了结果，降职2级，外放青州。裴府侵占我的嫁妆银，也在变卖宅坊后还了大半，剩下的立了欠据，按月归还。林氏搬离了原先的大宅，住进一处小院。听说他日日咒骂我，又日日盼裴昭去看他。裴昭外放前一日来了沈家祖宅，他穿着旧青袍，少了官服加身的金贵，倒像当年那个清寒书生。无妨，我明日离京，一路顺风。你连客气都省得这样干净。我没有说话。他从袖中取出一只小木盒，这是你当年送我的荷包，我一直留着。木盒打开，里面是一只褪了色的青竹荷包，那是我定亲后绣的，针脚不算繁复，却花了心思。那时我真的想过要好好待你。后来呢？我看着荷包，像看一件旧物，他眼中痛意翻涌。后来我怕，这倒是我没想到的答案。我怕别人说我靠妻子，怕同僚笑我娶商户女，怕你太能干，显得我无用。你每次提绣坊，我都觉得自己被提醒。我今日的体面有一半来自你，所以我把你关起来，只要你不发光。他抬眼看我，旁人就看不见我的阴影。这句话迟来了5年，你终于说实话了。裴照眼眶红了。令爷，对不起。我收下，但不原谅。也好，这个还你。不用，烧了吧。裴照手指一颤，我转身继续整理丝线，身后许久没有声音。等我回头时，他已经走了。门槛上空空如也，只余一点灰烬被风吹散在青石缝里。开春时，云锦绣坊的军衣绣标交了第一批货，镇北侯府验过后，当场追加3000件。苏唐高兴地拉着我去看马，你该学骑马，以后去江南谈生意，总不能一路坐马车闷死。我怕摔，我扶着你。他说完，又觉得这话耳熟，脸色古怪地啧了一声。算了，我不服，让女护卫教你。我被他逗笑。谢夫人也来铺中看过几次。堂儿从前被我们宠坏，以为天下女子只要想跑，便都有马。如今她常来你这里，倒懂事不少。我看着院中苏唐教几个小学士扎马步，觉得这话不假。温燕慈那边也很顺利，江南染坊送来第一批月影纱，色泽比京中寻常纱料好上许多。我用它做了一套春日花样，刚挂出去便被抢订一空。阿晨如今能独当一面，带着6个徒弟管后院，清离成了正经账房，每月对账时比我还凶。张嬷嬷坐镇祖宅，谁敢偷懒？她一个眼神便能把人定住，日子忙得脚不沾地，却踏实。3月初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宁太妃将云锦绣坊的百鸟朝凤屏赏给了即将出嫁的昭宁郡主。昭宁郡主亲自派人来下单，要我替她绣嫁衣。这单若接下，云锦绣坊便真正站稳了京城头1等绣坊的位置。我看着帖子，心里却有些犹豫，不是怕做不好，而是嫁衣这2个字曾让我想起许多不好的东西。姑娘若不想接，咱们便不接。接。我拿起朱笔写回帖，从前的嫁衣绣错了，不代表以后都不绣。昭宁郡主的嫁衣用了整整4个月，我几乎把所有心力都扑在上头。郡主本人来了3次，她年纪不大，性子温柔，却很有主意。第一次试花样时，她看中一幅并碧莲，并碧莲寓意夫妻同心，最合适。沈掌柜觉得呢？并碧莲好，但太常见。郡主若喜欢，可用莲纹做暗绣。嫁衣不用并碧莲，像什么？海棠合一，海棠无香却自有风骨。
女鸾鸟成双却不失本色。就这个，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世上不是所有女子都会走我的旧路，也不是所有婚姻都只会困人。关键是人要先站稳。嫁衣完工那日，昭宁郡主亲自来取，她穿上后，满铺都净了。大红嫁衣上金线流转，海棠藏在裙摆暗纹里，走动时才显出层层花影。郡主对着铜镜看了许久，沈掌柜，我很喜欢。郡主喜欢便好，你还会再嫁吗？铺众人都愣住，这问题太直接。苏唐刚好在旁边喝茶，差点呛着。不知道，我想了想，不知道也好，没人规定女子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答案。这话由一个待嫁的新娘说出口，倒有趣。送走郡主后，温燕慈来了，她带来江南贡绣的正式文书，云锦绣坊入选。青离当场欢呼，阿晨也抱着徒弟转圈。温燕慈站在热闹里看我，恭喜沈掌柜，也恭喜温主事，2成利润到手。沈掌柜总能把好话说得像账目，账目清楚，人情才长久。记下了。下月我要回江南，沈掌柜若想亲自看染坊，可同行。青离立刻看我，我摸着那份文书，心里久违的动了一下。江南，我5年没去过了。消息传开后，裴照托人送来一封信，他在青州任上，字迹比从前沉稳许多。信里没有求和，只说青州也有几家不错的织坊，若我日后路过，可去看看。出发前1日，苏唐非要给我送行，他带来一匹枣红马。别怕，温宴席坐马车，你也坐马车，但这马给你备着，哪日想骑便骑。我还没学会，那就慢慢学。沈灵仙，你还回来吧。铺子在京城，银子也在京城，我当然回来。谁问你银子了？太妃赏了出行腰牌，昭宁郡主送来1节南珠，说给新花样添彩。我站在绣坊门口，看着这一件件行囊，忽然想起5年前我关门那日，那时所有人都说我嫁得好，我也以为前路是安稳的。如今我和离、经商、远行，世人眼中的安稳碎了一地，可我站在碎片上，反倒看见了路。启程那天，云锦绣坊的招牌在晨光里亮得干净。阿岑带着绣娘们送到城门。掌柜的，早些回来。张嬷嬷塞给我1包点心，嘴上嫌我麻烦，眼眶却红。青丽坐在车里，抱着账箱不撒手。沈掌柜，可准备好了？走吧。马车缓缓驶出京城，风吹起车帘，带来远处河道的水汽。我低头翻开新账册，第1页写着云锦绣坊江南分号，笔墨未干，路还长，账要一笔一笔算，花样也要一针一针绣。